如果你每秒钟都长高1厘米，最后会变成什么样？一开始你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，身高正常，体重正常，但很快你就会发现，你的脚开始离你越来越远了。1分钟过去之后，你已经长高了60厘米。如果你原来是正常身高，那现在你基本已经高到快顶住天花板了。而且这还只是开始，每过1分钟，你都会再长高60厘米。与此同时，你的体重也会跟着上涨。10几分钟之后，你就会超过10米高，差不多是一栋3层小楼的高度，像传说里的巨人一样。而你的体重差不多有1吨。当然，现实里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，因为有一个很关键的物理规律，叫平方立方定律。意思很简单，如果你的身高扩大10倍，体重可不是只扩大10倍，而是会扩大1000倍。你的骨头、肌肉、内脏根本不可能承受这种变化。真要这样长下去，你别说走路了，可能站都站不住，骨头会直接被压碎。而且身体细胞数量暴涨之后，产热也会暴涨，你不仅会把自己压坏，还可能把自己活活热坏。但在今天这个假设中，你将不受物理限制。当你长到10米高的时候，房子已经装不下你了。但这还远远不是极限，再过2个半小时左右，你会长到93米，差不多就是自由女神像从地面到火炬的高度。这时候，整座城市在你眼里都会像玩具模型，你每走一步，周围的人都会陷入恐慌，因为只要一步踩偏，汽车、公交车、街边建筑都会被你直接踩烂。所以到了这个阶段，你已经不只是个巨人了，你更像哥斯拉或者金刚。你的手臂会像树干一样粗，就算你什么坏事都不干，你脚下的压力也足以压坏高速公路，甚至把地下隧道踩塌。站在帝国大厦旁边的你，甚至能轻松爬上去，再顺手把飞机拍下来。而这时候，城市已经装不下你了，你只能一路往城外走。当你远离城市几个小时后，你的身高已经到了326米，差不多就是埃菲尔铁塔的高度，而你的腿长度会超过160米。这种大长腿意味着你走路的速度会变得非常夸张，你甚至无需交通工具就能从一个大陆一路走到另一个大陆。但问题也来了，到了这个体型，你想吃饱都变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。普通食物对你来说根本不够看，一条蓝鲸拿在你手里，可能都像一根热狗。当然，在这个设定中，你能克服一切。当你一路跑到欧洲的时候，你的身高已经超过1000米，埃菲尔铁塔在你面前可能只到膝盖，而全球最高建筑迪拜的哈利法塔也才828米高。换句话说，只过了30多个小时，你就已经比地球上所有建筑都高了。但你不会停。1周过去后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什么东西值得你抬头看了。10天之后，你的高度到了8.6公里，你现在已经能平视珠穆朗玛峰。但新的问题马上出现了，你站的位置空气已经非常稀薄，商业客机飞行的高度差不多都在你身体周围，那个高度的气压只有海平面的1/3左右，你会呼吸困难、头晕、缺氧，而且你的胃可能已经大到像一个体育场，你每天消耗的能量会大得离谱，地球都快喂不饱你了。116天之后，你会长到100公里高，这时候你的头已经进入卡门线附近了，那是地球大气层和外太空之间的一条常见分界线。再过15个月左右，你会长到400公里高，国际空间站就在这个高度附近运行，也就是说，到那时候，国际空间站会从你头边飞过去。当然，在这个无敌的设定中，你不用考虑真空、低温、辐射这些因素。时间继续往后推，11年之后，你会长到3470公里高，这时候会出现一个非常离谱的里程碑，你的身高已经和月球的直径差不多了，也就是说，你已经大到接近一个小型天体的尺度。但即便如此，你还是碰不到月球，因为真正夸张的不是月球有多大，而是它离地球有多远。再过大约40年左右，你的高度差不多到了12614公里，这差不多就是地球的直径。这时的你已经不只是比地球上的东西大了，你已经大到了接近一颗行星。如果你躺下来，你几乎能横跨整个地球，你的脚甚至能覆盖整个大陆。如果这时候把真正的物理规律重新加回来，你自己的引力可能会把你压成一个球，你不再是个人，而会变成一个肉质小行星。但今天你继续无视现实规则，再往后，你的体型会大到连自己的引力场都开始影响周围环境，附近的卫星碎片都会被你干扰。444年之后，你会长到接近木星直径那么大，你会比地球大得多。那个时候，说你站在地球上都已经不准确了，更像是地球和你一起绕着太阳转。1000年之后，你会大到超过宇宙里任何一颗行星，你的眼睛可能都跟月球差不多大，
地球在你面前会像一颗网球，月球更像一颗弹珠。1220年之后，你会长到 38.47 万公里，这正好差不多就是地球到月球之间的距离。也就是说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真的可以一头顶着月球，一脚踩着地球，你会变成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地月大桥。人类理论上甚至可以沿着你的身体开车从地球一路到月球，而这个时候，你已经开始进入恒星级别的尺度。再过大约4400年后，你的高度来到了138万公里，这差不多就是太阳的直径。到这时，你已经和太阳站在了同一个量级上，整个内太阳系的行星可能都能被你捧在手里，你的质量和引力也会强到足以干扰整个太阳系的运行，行星的轨道都会被你改变，太阳系甚至会变得像一个双星系统，一边是太阳，另一边是你。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。47.6万年之后，你会长到一个天文单位，也就是地球到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。如果你站在太阳中心，你的头差不多能擦到地球轨道，这时候你已经不是在宇宙里活动了，你本身就已经成了天文学里的尺度单位。950万年之后，你已经长到了和已知最大恒星之一盾牌座 UI 差不多的体型，你的长度会达到数十亿公里，普通恒星在你面前都像是小点点。2900万年之后，你会长到60个天文单位左右，那差不多就是海王星轨道范围的尺度。换句话说，你会变成一个和整个太阳系差不多大的人。现在开始，你会进入真正离谱的阶段。30亿年之后，你会长到1光年高，而300万亿年之后，你会长到10万光年，这已经差不多是银河系的尺度。你不再是巨人，也不再是天体，你会变成一种银河级的存在。要知道，宇宙年龄大约只有138亿年，而你要长到那个级别，要花的时间是它的很多很多倍。但只要你一直不停下来，理论上总有一天，你会大到超过最大的黑洞，大到超过最大的星系团，最后大到和整个可观测宇宙一样高。那需要多少年呢？大约是2.86京年之后。这是一个大到几乎没有意义的数字，差不多是宇宙年龄的2000亿倍。而到了那时，你的高度会达到930亿光年，也就是整个可观测宇宙的尺度。那个时候，你的质量会扭曲时空，你不再只是待在宇宙里，你本身就会定义自己周围的空间和时间。当然，真等到那个时候，宇宙里的很多东西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，星系早就彼此远离，恒星早就熄灭，甚至连质子都可能已经衰变殆尽，而你仍然会像一个宇宙级巨人一样，独自漂浮在那里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可能连低头看一眼自己的脚都要等上930亿年，因为哪怕是光也得跑这么久，才能从你脚边传到你的眼里。所以有时候不是你太小了，是宇宙真的太大了。